符合比例原则。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回应说，不进脸书、不进 LINE 是因为他们有配合打诈中心下架，小红书多次已读不回才会被禁。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在这里我要恭喜台湾朋友，贺喜台湾朋友，从今天开始，所谓的那个长城防火墙不再是中共国的专利，我们海峡两岸终于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两岸一家亲，从此咱们是一墙两面，各翻各的梯子。众所周知，中国大陆著名的平台小红书被台湾当局下架封禁了1年。那么到底明年是否会解开，还是会持续继续封禁呢？不得而知。总之，他们动用的理由是电诈以及保护用户安全。哇，大家听听这个理由是否似曾相识啊？没错，这一套说辞的原创者不是旁人，正是对岸的中国网信办。民进党这次对于小红书的一刀切，被许多媒体戏称为民主国家的第一道防火墙。来，我们先看一下岛内其他不同的阵营是怎么评价这个问题的。我们先看一下蓝营。所谓的打诈根本只是幌子，真正诈欺严重的他不去管，他也管不动。那其实也不过就是意识形态作祟嘛。挑了小红书，挑了抖音，大家都看得懂。我们的民进党到底在怕什么？难道这就是打掉杂质、洗涤人心的系列做法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啦。事实上，我也直接预言啦，小红书禁了之后，下一个就是 TikTok， 下一个就是淘宝嘛。那民进党其实过去一直想要禁所谓的各种社群软体，甚至连 PTT 他们都曾经想要动手过，不是吗？都忘了数位中介法了。民进党基本上现在掌握了所有的资源跟权力啊，他唯一害怕就是网络的声音，所以小红书抱歉只是个开端，民进党的网络言论戒严正在大肆的进行当中。我也看到有人说，政府是因为小红书是对岸的社群，所以做这样的决定，但我认为要对台湾的民主，对台湾年轻人要有信心。那更何况我们在华人世界一直引以为傲的言论自由。如果赖清德政府执意做这样的决定，要这样做，那我们还能称我们是不翻墙的民主吗？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白营。以诈骗排行榜来讲的话，排名前几名的脸书没有进 ，Instagram 没有进 ，Line 没有进 ，Thread 没有进，结果在榜上看不到名字的小红书被禁了。这到底是什么标准？真的是在打诈，还是有其他的考虑？好，不管你是来自于台湾什么颜色阵营的朋友，或者你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同胞，我们都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家坦诚一些，我们心知肚明。诈骗并不是民进党封禁小红书的理由，而是民进党需要封禁小红书的必然借口。在展开深入讨论之前，我想先丢出来3个问题给有缘看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带着思考去聆听后面的内容。第一题，台湾社会是否在近几十年来长期以言论自由来标榜自己的政治正当性？如果你认为是，那么这种正当性是否正在动摇？第二题，今天封杀小红书，明天就有可能封杀 TikTok， 后天、大后天就有可能封杀其他的来自于大陆社区的软体。这道互联网的防火墙如果在台湾社会越建越高，是否也就堵死了台湾社会引以为傲的民主叙事？第3个问题，喜欢观察国际时事政治以及两岸议题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一定发现了，民进党已经开始自乱阵脚，它越来越像共产党，甚至很多手段完完全全就是 copy 对岸 ，copy 对岸的手段去和对岸对抗。民进党自身是否已经陷入到了一种历史悖论？民进党为何越来越像共产党？我之前曾经在本频道 po 过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我彻底的去剖析了民进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我曾经用这样的方式来类比这2个党，民进党就是一个小毛猴，共产党就是一个孙悟空。当时还有很多打着繁体字的朋友，我也不知道那是真人还是就是愚蠢的水军，还在那怼我呢。啊，怎么可能一样？成长于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空。然后呢，很多人跟他自己的父辈、爷爷都成长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空啊。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他们的人格殊途同归的相似。
所以只要你肯长期的去静心观察民进党，你就会发现一个可能很多人并不愿意接受的事实：绿共和红共只有配置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之所以如此相似，就是因为这两伙人都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抛开历史和环境的语境，我们去挖一些两党之间的硬核相似之处，就是底层逻辑和轨迹。第一，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党的生成路径。共产党当初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是推翻旧政权。而谁是旧政权呢？国民政府是旧政权呢。国民政府就是当时国民党所领导的那个中华民国政府啊。而民进党的合法性来源于什么？反对中华民国旧体制，建立民主自由的新党派。谁是旧体制啊？还是国民党所领导的那个中华民国政府。这两个党的诞生都是因为反对国民党，而国民党无论是在80年前还是在30年前，它都是那个一以贯之的腐朽酸臭的国民党。所以两个只是在不同时空里面反着同样一个不变的国民党而诞生的两个新党派，你觉得他们有可能没有相似之处吗？那么既然这两个党都是靠着反国民党而夺取的政权，就有了他们第二重的相似之处。他们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不是制度，而是革命斗争。革谁的命啊？革国民党的命啊！只可惜啊，他们革的都不够彻底。一个是把国民党革去了宝岛台湾，形成了两岸长达80年的对立对峙；另一个呢，把国民党革成了目前台湾最大的在野党。虽然中间也爆发过小文革，比如说大罢免事件，企图压缩国民党的生存空间，但是最终国民党还是通过他老而不死、老而弥坚的实力存活了下来。还有一点极其相似的地方，就是红共和绿共，他们都不是制度型的政党，他们都是叙事型的政党，以塑造敌人来完成自己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共产党的敌人是谁呀？是地主，是资本家，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民进党的天然敌人是谁呀？是中国，是中共，是蓝白，是外省人，是每一个抗中不绝对等于绝对不抗中的潜在统派。这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虽然这两个党派呢身在海峡两岸，但是他们意识形态的路径却一样的单一。共产党所要渗透的，只要你不支持共产党，你就是境外敌对势力。民进党所宣导的，只要你不仇恨中国，不仇恨中共，你就是境外敌对势力。所以这也就导致时至今日，他们所采取的网络治理方法也极其的相似，甚至是越来越像。你有长城大防火墙，我见长城小防火墙，目的只有一个，维持自己政权体系的稳定。民主只是一种手段，但从来不是一种政治信念。选举只是一种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但从来都不是治理逻辑。所以近年来很多人提出了一个观点，红共是红共，绿共是绿共，但是大家都是共。那么是否绿共模仿着红共呢？表面看是这样子，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红共和绿共有着同样的 DNA， 只是在不同的地区开出了不一样的花朵。绿共想不想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红共呢？拥有那种绝对的权利，他当然想啊，只是他目前还没有这个实力，但他正在为之努力中。至于说最终谁输谁赢，我也不知道，但我很清楚，一山不能容二共。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非常的不服气啊！我相信评论里面可能又有人开始骂我了，就是说怎么可能一样呢？因为我们台湾的政治，它就再绿共，至少它有选票啊。说到这儿，我就想解析一个我一直想说又不好意思说的问题，就叫做迷信选票。我曾经也迷信过这个东西，哪个中国愤青没迷信过选票呢？越得不到的东西越幻想，越没见过的东西越意淫，那是一个灵丹妙药，可以包治百病。直到我在一个有选票的国家里面生活了很多年，我发现一个现象，很多人有选票，但他从来不去投票。我问过他们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手里一张宝贵的选票，你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你们为什么不用呢？他们给我的答案是他们从来不相信这玩意儿。很多日本人跟我说过，选票不等于民主。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都傻了，时至今日我在这生活的年头多了，我看的问题更深入更细节了。退却了理想主义时代之后，我也想反问大家这个问题，选票等于民主吗？网上经常有一句话，
很著名，叫做希特勒也是民选的。咱都不扯那么遥远的事情，二战的背景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说川普他是不是民选的？那么民选的川普使得深受川普其害的美国人多不多？赖清德是不是民选的？是。就在他当选的时候，我还对于台湾的民主制度非常的有信心呢，甚至充满了仰望和羡慕。但是2年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它实际上给台湾带来了什么？是繁荣富强，还是兵凶战危？然后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再去回忆一下，就在今年夏天，台湾的大罢免运动，要罢掉的那些其他党派的立委，他们是不是民选上来的？也是。那既然他们是民选的，你为什么要罢免人家呢？为了民主。那我们再做一个假设，如果把这套制度搬到中国大陆地区去，14亿人，每个人拿身份证都有一张选票，不玩假的，真的可以投。你认为谁会当选？我个人认为，一定是那些最擅长网络煽动情绪的头子们，他们一定会当选。而那些不擅长言语表达、不擅长网络操控，却有真才实干的人，一定会被边缘化。最终幻化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个社会无休无止的斗争。放在台湾这样一个只有2300万人的小地方，很多人说这就是一个历史的空转。但是如果放在中国大陆地区，这毫无悬念，就是文革2.0，而且一定比上一次的那个1.0更血腥、更残暴。当一个社会的选票变成了一种情绪的宣泄出口，当每一个社会自然人的政治立场变成了一个道德的分水岭，当所有反对的声音不能够自由的表达，反而要被贴上敌人化的标签时，无论他是有选票还是没有选票，这都跟民主毫无任何关系。这叫做宗教化选举。就像今天的台湾社会一样，每一张选票的背面都写着4个大字：意识形态。选举选的是什么？政策。而今天的选举是什么？选择立场。如果你跟我的立场一致，即便你杀人放火，我依旧可以包容，那叫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如果你跟我的立场不一致，即便你每天跑到大街上去做义工，扶老奶奶过马路，那也叫别有用心，糖衣炮弹。选择一个政治人物，本应该考验的是他的政治能力，而现在这个投票要投给什么人呢？投给够反中的人。那如果是这样，你选票的动力来源是什么？是网军，是侧翼，是媒体的控制和节奏的方向，是100%的情绪带动，绝不允许任何理智的成分混淆在其中。它更像是一场被人操纵的大型心理实验。这个实验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没有独立思考的选票，只是被包装出来的另一种政治服从。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儿说，不管怎么样，哪怕大家就坐下来比烂，台湾还是要比中国大陆今天更民主一些。没错，因为这最后的一张小小的选票，依然让很多人还在梦中误以为自己有选择的错觉。但是过不了多久，当这个选票只能投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这个选票也就不必再存在了。下一题，民进党为啥他就偏偏要下架这个小红书呢？他为啥不下架微博呢？他为啥不下架今日头条呢？他为啥要偏偏的去封堵这个小红书呢？这个小红书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啊？按道理来说，小红书可不是一个政治色彩很浓的 APP， 它是一个生活流的平台。也就是说，所有喜欢讨论时事政治严肃议题的博主并不出现在小红书。那小红书可怕在哪儿呢？可怕就可怕在小红书是一个去政治化的软件。我本人也是一个小红书的忠实用户。小红书给人一种感觉是我不是在用小红书，我是活在小红书里面。我以前是个不会做饭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能自给自足了，全部靠这个小红书来教我怎么做菜。所有新出的护肤品，我基本上都要先搜一搜小红书，看看其他美妆博主的评测，看一看好评，我也要看一看差评，然后再决定我要不要买。旅游攻略我必看小红书，不管是我去过的地方还是我没去过的地方，我一定要在小红书看一看其他人的分享。去过的我想看一看是否我自己走的路线不够正确，还有很多地方被我忽略了。如果是没去过的话，我要通过其他博主的旅行经验来帮我自己避雷。小红书现在已经不是说我的一个 APP 生活流软件，小红书对于我来说是谷歌，是百度。刨除政治议题之外，在生活流这个赛道里面，
小红书就是我的一个人生百科大全，就连我腰疼我都要搜小红书，有什么方法可以迅速让它不疼？我穿鞋磨脚，就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多少年呢，都解决不掉，导致我每个月都要去好几次足疗按摩店，请师傅专门帮我定期修脚。但最近我翻阅小红书，居然有的博主就帮我把这个疑难杂症给解决掉了。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你从此穿五指袜就好了。我就买了一大堆五指袜，穿上了，现在居然不磨了。这种感受是我一个人才有的吗？不是，很多国际媒体都说了，小红书就是 China Instagram， 而且很多国际的博主都评测说，小红书的客户体验比 Instagram 更好。因为 Instagram 更多是一种展现，是一种娱乐，是一种秀，而小红书兼具了种种实用性和功能性。现在不止中国大陆地区，世界各地重要的旅行集团、重要的酒店都感受到了来自于小红书极其强大的流量魅力。小红书的表面呢是一个 APP， 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看见全世界不同族群生活方式的一个生活窗口，而且看到的大多数生活方式是比较优质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民进党最害怕的事情。如果这300万台湾用户每天看的是 CCTV， 看的是那些祖国江山如此多娇的宏大叙事宣传片，民进党不害怕。如果他们翻墙每天看的都是战狼1、战狼2、长津湖、抗美援朝，说实话，民进党也不害怕。可怕就可怕在这300万人是无政治意识的，他们每天看的都是同龄人怎么装修，怎么省钱，怎样美妆，怎样化卧蚕，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住什么。当你每天都能够看到对岸的人没有任何的政治情绪，心平气和的过日子，他们生活中所需要的所有物质，所算的所有的账都跟自己差不多，甚至久而久之，它会让你发现，大陆因为人口众多，面积足够的大，它有很多的地方比台湾更加的繁华，它有更多的选择，它甚至更便宜、更好玩。那么民进党所打造出的这套绿色标语，大陆等同于一个专制落后的人间地狱，是否这个标语就开始渐渐的自动掉漆了呢？这才是民进党最害怕的事情。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重塑，它不需要革命，不需要流血，不需要选票，也不需要牺牲，它只需要躺在沙发上默默的刷手机就可以完成。记住，越是润物细无声的改变，就越没有回头的可能性。就像分手一样，你发现你的男朋友出轨了，你觉得跟他分手从此势不两立，恩断义绝，你放心，极有可能再复合。他只要给你2个甜枣，卖几个笑脸，说几句对不起，也许你就有可能原谅他。你昨天晚上的发誓相当于狗放屁。但是越是那种沉默无声的，自己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就渐渐的不再关注这个枕边人了。他给谁发信息，他跟谁通电话，他不回家去哪儿了。你不是愤怒，你不是偷窥，而是久而久之的不在乎。待到有一天你俩坐下来平静分手之时，绝无可能再回头复合。而可悲的是，民进党现在逐渐露出了他历史的败相。他过去总是嘲笑别人，哎呀，你张三不演了，李四不演了，现在他自己不演了。他封杀一个无公害的小红书，就等同于向全世界宣布，他所谓的政治手法就是不停地去构建一个黑暗的大陆，然后告诉岛内的人，我们要无差别地拒绝来自于对岸的所有讯息，因为每个信息都是有毒的，都是对我们思想的一种腐蚀和渗透。不管它多么的有诱惑力，我们都要抵御这个诱惑，抵御这个诱惑，只为了紧紧拥抱我们民主这张神主牌。我们要拆掉小红书这个插座，因为只要你跟这个插座有线路上的连接，你就极有可能说出那句我最不想听到的恐惧话语，也就是对岸似乎也没有那么可怕吧。也许很多不能刷小红书的台湾朋友此刻也会心中有一个疑问，我只是去看看衣服，看看美妆，我也不关注大陆的政治啊。但是你只要对大陆社会产生好奇心，
就极有可能在未来厚积薄发，造成民进党意识形态的彻底坍塌。所以民进党不演了，今天他就掀开底牌，告诉你，我也要像中共一样，区别是我还没有他的独断专行的实力，但是我为之努力着。许多年前，当台湾民主还有自信的时候，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slogan， 即便在中国大陆地区，那也是口口相传。这句话是：真正的民主社会从来不害怕自己的人民看到别人的生活，因为即便你看遍世界，最终还会选择更优秀的我。而时光荏苒呢，2025年，民进党终于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样子。他终于开始对自己的人民说：你千万不要去看大陆，我要采取政治暴力手段，让你不能够上小红书，因为如果你刷久了，就不再相信我了。他们害怕的不是300万个泡在大陆网上的用户，他们害怕的是300万人从此就有了脑子。第二个论点就是你没有一个更先进、更便宜、更好用的东西，请问你何谈抵制？影视剧平台你自己没有腾讯，没有爱奇艺，没有优酷；短视频平台你没有抖音，没有快手；长视频平台你也没有哔哩哔哩；生活平台你没有小红书；通讯平台你也没有自己的微信；甚至老百姓最需要的网购平台，你那上面所有的产品基本上都是 Made in China。请问你如何反渗透？你拿什么反渗透？你自己造不出半个替代品，却要禁止别人所有的产品，你觉得这个从物理上它能实现吗？就好比大陆它已经制造出来各种各样的洗衣机了，3头500的也有，几千几万的它也有，高档的、低档的、烘干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功能，它一应俱全，完全可以给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选择。而你告诉所有人，咱们抵制洗衣机，咱们回家拿个洗衣板用手洗，只有这种纯粹的手洗法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你觉得你还能骗多久？你不能给你的用户去提供创造性的未来，却要封锁那些正在发生的现实。这种所谓的自由民主，现在脆弱的就剩下最后一层窗户纸了，一捅就破。听到这儿，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开始不服气了，一定抡起了一个看似非常犀利的大棒朝我挥来，问我说：你们中国大陆共产党封了全世界所有的网站，而我们只封杀了一个小红书，就算比烂，我们也比你优秀，比你民主，比你更开放，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论述？这话看起来有逻辑是吧？但是我帮你戳破一个更残忍的现实是什么？大陆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标榜自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他压根儿就不立这种人设。他可以堂而皇之的站在世界之间来告诉全世界，我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我是一个以利益为主导的秩序世界。你用你最擅长的人设去对标他从来都没有走过的道路，你可见你已经沦落到了什么份上了。共产党所构建的那套国家优势的体系是什么？ GDP 增长、基础建设、国防科工、科技突破、供应链在全球占着统治级的地位，以及国家极其强悍的执行力。你会发现他每一次自我标榜里面从来不包括民主人权，也不包括言论自由。共产党从来不是一个标榜用意识形态来赢得世界的政权，它是一个以结果论来标榜输赢的政治体制。如果你也开始玩人家这一套的话，那么你和你反对的共产党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你的优势在哪里呀？过去是你有军事，我有自由；你有经济，我有自由；你有资源，我有自由。你只有自由，而今天你居然亲手去毁掉你引以为傲的自由，那你不就变成了一个地方割据的小共产党了吗？到这里，我想反问所有看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世界剩下的2个选择，一个是小绿共产党，一个是大红共产党，请问你跟谁走？每当有人戳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你就不加思索的给人家扣个帽子，你是大外宣。我倒是想反问民主社会的人，你是啥宣呢？
不能给别人结结实实的利益、踏踏实实的福祉，却谋求别人必须站在道德角度上替你宣，那你是不是比共产党更无耻啊？他再卑鄙还知道花钱包养呢，你那么高尚，为何每天总想着白嫖啊？不管我们相隔千万里，身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体制、不同的思想里面，但是底层总有一些基础的人类逻辑，它是相通的。就是当你活成了敌人的样子的时候，你的方方面面还都不如你的敌人，那么你存在的必要性到底在何处呢？今天的台湾，真正的危机不来自于小红书，不来自于 TikTok， 不来自于任何一个平台，而是来自于你自己一以贯之标榜的那套价值体系正在崩塌之中。崩塌的过程让越来越多沉默的、理智的、不发声人群心里终于明白，你和你的对手没有任何本质区别。